咁你去到邊咧就收到邊嘅啫，就唔會收晒全程嘅。大家好啊，歡迎到90後生活投資頻道，我是史蒂夫。咁一講到交通呢，咁好多人呢就會諗起呢個日本啊、香港啊，甚至乎係呢個新加坡嘅。因為呢3個地方嘅交通呢真係非常之方便嘅，甚至乎可能係瑞士添啦。咁喺2023年呢，加州大學呢就做一個研究呢，就排下究竟邊一個地方啊嘅公共交通工具呢係最方便嘅，甚至乎係最好嘅啦。咁喺呢個排名裏邊呢，香港呢係攞第一嘅。咁終於咧，香港咧有一個地方咧係攞翻第一嘅。咁新加坡咧其實都唔差嘅名次，新加坡咧就喺頭10嘅，咁喺第4。第2咧就係呢個瑞士，咁其次日本咧都係呢個頭10裏邊嘅。咁所以今日咧我想講下新加坡同香港啊喺公共交通方面嘅一啲比較優勢係啲咩呢？憑我嘅經驗啦，我就話俾大家聽，究竟有啲乜嘢係香港做得好啲，或者有啲乜嘢係新加坡做得好啲嘅。咁第一樣嘢咧，我想講嘅咧就係呢個價格方面嘅。咁價格方面咧，香港嘅價格咧，如果比較翻新加坡話咧，咁當然香港咧就比較貴嘅。咁我之前都提到，咁如果我要從屯門啊去到紅磡啊，大概嘅車費咧，如果一個成人嘅話咧，大概係需要20蚊左右嘅。如果係學生嘅話，咁當然半價啦，20蚊咧大概3至4蚊嘅波子嘅。咁喺新加坡咧，如果我從 Pasir Ris 咧搭到去 Tuas Link 咧，咁可能都唔需要3蚊嘅波子嘅。咁從呢個位置比較嘅話，你會發現咧香港嘅交通工具咧係比較昂貴嘅。我之前都提到，我亦都試過搭呢個 MTR 啊，甚至係巴士啊，都會搭過可能30幾40蚊嘅，即係差唔多6、7蚊波子嘅。咁其實對比翻新加坡嘅話，都真係幾誇張嘅。咁除此之外咧，係新加坡嘅一啲俾錢方法，即係譬如你入 MRT 嘅時候咧，你都可以用 Apple Pay 啦。香港咧依家陸續咧都可能會收到 Apple Pay 啦，但係對比翻個時間嘅話，就可能真係比較慢啦，因為香港仍然係用緊八達通嘅。咁雖然話八達通咧就方便，但係如果作為一個外國人嘅話咧，咁佢唔會有八達通嘅身嘅嘛，咁所以咧 Apple Pay 咧，我個人認為咧係比較方便嘅一個俾錢方法嘅。講完呢個 MTR 之後咧，咁講下巴士先。咁巴士咧，新加坡嘅巴士咧係分段收費嘅。咁分段收費有啲咩好處咧？咁好簡單嘅啫，就係咁你去到邊咧就收到邊嘅啫，就唔會收晒全程嘅。咁香港咧就唔理你去到邊咧，通常都收全程嘅，除非佢有分到係邊一段收費，咁可能你就要同司機講，司機唔該，我淨係去呢個地方啫，咁可唔可以收平啲？咁就會轉咗嗰個價錢俾你嘟啦。咁喺新加坡咧，你就唔需要同個司機講，你上車嘟一次，落車嘟一次，咁就得噶啦。咁其實都非常之方便嘅。好啦，咁第二樣我想講嘅咧就係呢個配套設施嘅。咁香港嘅 MTR 嘅配套設施咧就比較上好嘅。咁點解咧？因為香港嘅 MTR 裏邊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商店咧可以俾你選擇嘅。你有食噶啦，有飲噶啦，甚至乎係 shopping 嘅買衫嘅，你都可以嘅。咁當你喺車站上面咧，可能等緊朋友嘅時候，你都可以行下食下嘢，等下佢咁樣咯。咁佢遲幾多咧都冇乜所謂嘅。但係新加坡嘅 MRT 咧就比較少商店，咁當然都會有啦，但係咧就通常咧你要出閘咧喺出面咧你就會見到啦，喺閘裏面咧就比較少會見到嘅。除咗呢個商店嘅配套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咧，我覺得香港係比較好嘅就係出口咧就比較多嘅。咁點為之出口比較多咧？譬如果我講緊一個港鐵站啦，係咪？港鐵站裏邊其實前後左右咧佢都會有一個出口咧，俾你方便出去唔同嘅街啊、唔同嘅路，咁你就唔使兜嚟兜去，即係專登兜翻同一個出口度入啦。咁喺新加坡咧就比較少會見到有咁多唔同出口嘅，咁通常都係一個出口，咁可能分兩邊，咁你就可以走晒兩邊啦。所以我哋咧有一個站咧就有好多出口，咁俾大家喺唔同地方出嘅。咁譬如係 Bedok 啦，咁 Bedok 其實得2個出口嘅啫，一個喺巴士站，一個就喺商場嗰邊，都相當唔方便嘅。譬如係車站嘅尾嘅話咧，咁你其實係要行翻去車頭咧，你先可以入閘搭車嘅。咁相比之下咧，我覺得香港咧喺呢個方面咧係做得唔錯嘅，因為出口咧真係非常之多，你喺唔同嘅地方都可以入閘上翻個月台度搭車嘅。咁其實講起冷氣咧，兩邊嘅冷氣都係差唔多嘅啫。咁香港有冷氣嘅車站咧，我覺得係比較多嘅。不過有冷氣嘅話，其實比較舒服啦。咁特別係夏天嘅時候，因為比較熱啦。新加坡相對地咧，可能環保啲啦，咁就用一個大風扇。通常如果你搭呢個 East West Line 咧，即係綠色線啦，佢都冇乜冷氣嘅。咁通常都有一個大風扇咧，咁就通風啲咁樣咯。咁其實見仁見智啦，我就比較中意有呢個冷氣嘅，因為真係好熱嘅夏天嘅時候。咁雖然話新加坡嘅 MRT 站咧就比較少冷氣啦，但係咧新加坡嘅巴士站咧，特別係總站即係大型巴士站咧，係會有冷氣嘅。咁呢樣嘢咧，香港咧就比較少嘅。即係譬如我講緊可能係沙田嘅一個巴士總站啦。咁巴士總站咧其實係非常之局促、非常之熱嘅。咁如果你去翻新加坡嘅，譬如我講翻同一
個站啦，即係 Bedok 站啦。Bedok 嘅巴士總站呢係有冷氣嘅，即係你等車嘅時候係非常之舒服嘅，就唔會喺一個好局促嘅地方裏邊等可能5分鐘啊、10分鐘啊，真係會出汗其實。咁喺呢個配套方面呢，冷氣呢，我覺得新加坡同香港做得唔錯嘅。但係呢個 shopping 同埋藝術嘅配套呢，我覺得香港呢係比較做得好嘅。香港車站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藝術品啊，甚至乎係唔同顏色啊。有陣時會喺香港站咧見到有人演奏嘅，咁都真係非常之有趣嘅，我覺得。好啦，第3點呢，就係呢個可達度同埋呢個滲透度嘅，係啦。咁其實兩者呢，即係香港同新加坡呢，因為地方就比較細嘅，咁你個可達度呢，都其實唔差嘅，即係譬如新加坡咧，基本上你可以唔使搭的士咧，都可以去到好多地方嘅，特別係景點方面啦，譬如係 Marina Bay Sands 啊，你可以搭車過去啊，甚至乎 Suntec City 啊，都係連住車站嘅，咁其實真係非常非常之方便嘅。香港咧就有個特別之處嘅，咁你係可以喺香港嘅市中心咧，咁就搭呢個高鐵咧翻到內地嘅。咁其實呢樣嘢咧，如果係外來遊客嘅話，我覺得呢樣嘢係非常之方便嘅，因為通常大家都會住喺香港嘅市中心啊嘛，酒店係咪？咁當你想去深圳嘅時候，喺市中心搭個車咧，就可以直接去到深圳，其實真係非常之快嘅。咁其實新加坡都有嘅，但係如果講速度嘅話，我覺得香港咧就比較方便嘅。咁講完以上3點之後咧，你會發現咧，其實香港咧真係有啲嘢咧係做得唔錯嘅。咁其實新加坡都唔差嘅，即係全球已經係非常之厲害嘅一個國家㗎啦，已經。好啦，今日影片咧就到呢度啦。咁唔知大家中意香港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定係中意新加坡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可以 comment 話俾我聽嘅。最後中意點片嘅朋友咧，記得 share、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我哋下次見，拜拜。